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供油系统。这个是摩托车的汽油帮浦。那一般来说，只要是喷射系统的车辆，一定会有汽油帮浦。那汽油帮浦它基本上要么就是像这种装在油箱里面的，都算是湿式的汽油帮浦。那还有一种干式的，干式的就比较少见。干式的除非是比赛车，或者比较重度改装的玩家才会去装，或者一些比较高级的超跑，他们为了一些特殊的需求，他们会使用干式的汽油帮浦。那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以湿式的汽油帮浦来做解说好了。那汽油帮浦顾名思义，湿式的它就是放在油箱里面。那汽油帮浦它把汽油从滤网这边抽上来以后，它会有一个压力，它会加压，然后经过车底的油管，然后跑来这边，这一条是油轨。油轨是因为，像汽车来讲，汽车多半都是多缸，摩托车的话，如果2缸以上，基本上应该就会有油轨的出现。有的2缸车，它就是分2个油管，直接插进喷油嘴上面。所以说，油轨的存在多半都是属于多缸车才会有。那经过油轨以后，它油轨上面都会有个小洞。你如果是4缸车，它就有4个洞。在之前的喷油嘴缸内直喷或者气管喷射的那一篇里面，我大概有拍到。油轨它大概就是它有点像一个蹼字形，只是翻过来，然后它一边是插着供电，它这个供电它会间歇性的一直送电，然后会让喷油嘴产生瞬间的开合，就是喷油，然后另外一头就是插在油轨上面供油。那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朋友比较少会去碰到供油系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供油系统的改装真的危险性很高。你自己在 DIY 上的话，你要比较谨慎，因为像汽油这种东西，它传到引擎室这边以后，基本上任何一个东西都很容易导致汽油的自燃。如果你施工上不完善的话，导致漏油，那真的就很危险。那比较常见的改装就是一般可能车友比较常会接触到的改装，就是更换喷油嘴，换成供油量比较大的喷油嘴。然后如果你的喷油嘴大到某个程度的话，你的油轨就要跟着做更动，因为油轨里面的直径，它的孔径是有固定数的。如果你的喷油嘴改得比较大的话，你为了必须供应你的喷油嘴它的吞吐量，所以你的油轨一定要跟着加大。再来就是汽油压力阀。汽油压力阀可以在不做任何更动的情况下，只改装汽油压力阀。这个就是原厂的汽油压力阀。汽油压力阀它的用意就是，因为汽油帮浦打出来的汽油，在经过漫长的油路传送以后，到了这边，它的压力都会偏低。如果你的压力不足的话，你会导致喷油嘴它那个喷出来的雾化量会减弱。就像我们拿着水管，你水管你都不捏，就这样让它流，它就是有点像小便球一样，就直接往下流。如果你把头捏住，让管子里面呈现一个正压、一个压力存在的话，
它的喷出来的水柱就会比较远。相同的道理，如果汽油压力阀，它就是把送过来的汽油再加一个压力给它，让油轨里面的汽油在一个稳定的压力下、许可的压力下，它会让喷油嘴它喷出来的油雾化会更漂亮。你雾化漂亮的话，进而就可以让燃烧室里面它的爆炸更漂亮。那改装式的汽油压力阀就是把这个拔掉，然后改装压力阀都会有一个转接头，直接锁在这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油嘴，然后接油管，再给汽油压力阀。然后汽油压力阀多半上面会附一个表，你只要把表调到比原车汽油压力阀供给的量大一点点就好了，你不要大太多哦，因为你的汽油压力阀如果调太大的话，你很容易导致汽油泵不挂掉。所以说，除非你汽油泵已经改装，让它吞吐量更大，或就是比较大颗的汽油泵，这样子的话，你是可以把你的汽油压力再调高，这样子没有问题。是过程中你要去注意整个油路的管路，它是否能够，因为基本上来说，油路上的管路要么就是金属管，要么就是编织管，它外面看起来虽然是橡胶管，但是里面有金属网包覆住，但是那种管子久了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会龟裂啊，或者说有缝隙，可能会渗油出来或者漏压，这都要注意。所以说油路的改装可能一般朋友比较少会去碰到，就是这个原因。它只要一个环节一个地方稍没有注意到，很容易就造成事故。那汽油泵基本上，稍等一下。那以汽油泵来说，不管汽车还是摩托车，它大致上它的样子都差不多，然后它一定都会有个滤网。以汽油泵来讲，除了这种独立式的以外，多半会有一个油量，它有一个浮指，它就是在侦测汽油油面的高低，然后导致我们的油表会去显示你油箱还有多少油，多半就是这两种配置。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以摩托车的汽油泵来说，因为汽车讲实在话，你再怎么开，你假设是车子，你不可能开到这样子吧？不可能长时，你这样子几乎就是翻车。可能一些比较测试赛道，它可能在一个高速的时候，它的那个会有一个坡度出现，但是那个坡度也是很短暂，最多几秒、几十秒。那摩托车就不一样了，摩托车它可能正常来讲，我们车直立的时候，汽油泵是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转弯的，而且汽油泵它要么就是以摩托车来讲，汽油泵要么就是在正中间，要么可能就稍微偏一边，它不可能完全的偏一边，因为它必须考虑到车子会倾斜。我记得好像是汽车最早出现喷射系统，然后汽油泵也就应运而生。那当汽油泵到了摩托车上以后，它的问题就出现在于说，可能像有在看比赛的朋友，或者说比较热衷跑山的朋友、跑弯道的朋友，你们应该都有体验到，可能你一个弯道，其实那个时间不用长。以摩托车的倾斜角度，它基本上你如果油箱里面的油量不够多的时候，再加上离心力，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汽油泵这边吸不到油，然后汽油泵可能会瞬间空转，因为汽油泵里面它很多都是一些塑胶的齿轮、塑胶的一些类似螺旋的可以加压的，
就是把油打上去的一些装置。那在有油在里面的状态下，它有个阻力在，然后那些塑胶齿轮它可以很平顺的在里面转动。但是当你瞬间这边吸不到油的时候，就是你那个阻力突然消失，汽油帮浦它里面那些塑胶齿轮，它会从马达端开始瞬间的加速，这会导致汽油帮浦这里面的一些塑胶齿轮会产生过度磨损。那如果运气好的话，磨损的掉下来的残渣比较细小，它可能就是顺着油道送，然后经由油路送到喷射系统那边。但是多半来说，汽油帮浦这边有个滤网，但是这个油口，这个油路，它送到喷油嘴之前，它还会有一个滤网在。那个滤网基本上也是要定期做更换。那如果不幸的话，那个瞬间的扭力突然转太快出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造成里面的塑胶齿轮崩齿，就可能会卡在里面。因为一个齿掉下来，那个齿都蛮大的，可能就会卡住，你就会造成汽油帮浦的故障，因为它卡在里面转不动了。所以说，除非是像汽车来讲好了，汽车它的汽油帮浦就两个形态，湿式的汽油帮浦就两个形态，一个就是直立的，它就这样装在油箱里面。而且以汽车的汽油帮浦来讲，汽车的汽油帮浦很长，因为汽车的油箱比较厚嘛，然后它的汽油帮浦上面跟下面会拉得很长，就是要让这个滤网处尽量贴到底部。而且汽车的油箱在设计上多半都会顾虑到车子在转弯那个离心力，所以说多半我看过的油箱，在汽油帮浦放置的地方，在油桶底部，它都会有一个类似框，一个隔板，四方形的隔板之类的，它会把汽油帮浦下面这边稍微包住，那就是避免你可能在离心力出现转弯的时候，油不会一下子全部被甩到旁边，因为旁边有一个框住嘛，那个油还是可能会甩出去一点，但是里面还是会有油存在。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躺的卧式的，我忘记什么车，好像是卧式，就它也是一般我们这种家用车，它的汽油帮浦本体，它就是躺在油箱里面，它是横置的，躺在油箱里面，那种的设计会比较好，但是在更换上会比较麻烦。那以汽油帮浦来说，因为现在喷射车不管是汽车基本上都是汽油帮浦了，摩托车除了化油汽车以外，全部都有汽油帮浦。然后再加上摩托车它先天的运动特性，它的运作特性，真的建议就是尽量不要让油箱的油低于半箱，这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我看过的摩托车油箱就很窄，可能就跟这个帮浦差不了太多，因为这个面它是锁在油箱之上，它是锁这样子，然后以摩托车油箱来讲，以这个汽油帮浦的长度来推算，它的油箱可能只到这边而已，它的油箱可能就这么厚一点点而已。那如果你的油又可能半桶或者再低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你在转弯啊，或者说骑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汽油帮浦它瞬间吸不到油。而且因为汽油帮浦在油箱里面，它主要的冷却就是靠汽油去浸泡
马达本体，帮助它散热。所以说，以摩托车来讲，我真的建议就是油箱里的油尽量不要低于半箱，这样子会比较确保汽油帮浦的寿命跟它的吸油性。那汽车的话，像我自己的习惯，我会把油表大致分3等份。我会在油箱一半，油表的一半跟底之间，我会再划分一半，就是我会把半箱油的指针跟到底的指针这个区块，我会再分成2等份。它只要低于上面那一份，我就会去加油。我就是希望尽量让汽油帮浦能够泡在油里面，然后也可以避免就是说它会瞬间吸不到油。然后再来就是油品的选择，基本上现在这种案例比较少听说了啦。以前的话最常听说就是某某加油站的油品比较差，可能出现杂质的几率比较多。那所以我加油的话，像我自己我一定是找直营店去加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真的在紧急状况下，可能就没办法的状况下，稍微先找一家加油站，先加一部分的油进去就好，然后赶快想办法开到有直营店的地区的加油站，我再去把油加多一点。其实汽油帮浦很多的故障都是因为平时油加的太少，你长时间让汽油帮浦暴露在油面以外，它就会造成它的发热，然后再加上可能油箱的清洁或者你加的油品的品质，会造成这个滤网堵塞。这个滤网一堵塞，也会造成马达它吸油吸不太到，就变成说它可能会都是在打一些油泡的感觉，然后这也会加速汽油帮浦的损坏。那这个就是类似它的泄压阀，它的油气，它如果油气蒸发以后，它一样会透过这边送油，顺便把油气送到喷射系统喷油嘴那边让它做燃烧。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很简单的供油系统的解说。其实单就于汽油帮浦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比较重点就是在于整个系统才是重点。那在进气系统那一篇，我大致有讲到，如果我的这台车还要再动的话，我的下一步就是必须要去动供油系统了。但是如果要动供油系统的话，我可能会先换个可调式的汽油压力阀，或者说因为汽油帮浦它还是有个寿命存在，我的这台车可能也差不多快到更换汽油帮浦的时候了，我可能会更换压力比较大一点的，它的吞吐量比较大一点的汽油帮浦，但是还是湿式的，我可能会留用其他车款的马达本体下去做配套。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供油系统的解说，谢谢各位，拜拜。